开始多实现，看得见，在我们心里蔓延。不管天与地的曲线，没有翅膀，我都会飞到你的身边。我相信，把你的名字念上1000遍，就会念成。轮回以前，念着诺言，度过雨打风吹的考验。我相信，把你的容颜看上1000遍，就会看成最永恒的语言。有一天，我们终将改变，变成了唯一的传说。你说什么？好，我们就去绝情谷，非打到他跪地求饶不可。这16年来，我把龙象般若功练到第10层，就是等这一天。你放手啊！抓得我的手好痛啊！你这臭和尚就只会欺负我！说的像真的一样。和尚爱吹牛，自夸天下无敌手，直到杨过从东来，脚底抹油朝西走。你别你呀！我虽然不知道杨大哥现在在哪，可是我知道3月初7这段期间他会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说了也是白说，反正你也是不敢去的。给我站住！杨过到底会去哪里？他会去绝情谷断肠崖和他的妻子小龙女见面。哎，一个杨过就已经令你心惊胆跳，再加上小龙女，你呀，又何苦去送死呢？好，本座这次重返中原，就是要找他们夫妇再次比武。我就去绝情谷，待本座把他们打败之后，看你这小女娃还有什么话好说。你要是赢得了他们呢，我一定拜你为师。只不过断肠崖这个地方很幽僻，不容易找哦。那个地方我去过，我带你去。真的？那你现在还跟不跟我？去，我死都跟着你去。好。今天是3月初2，虽然我早到了5天，难道你要等到3月初7，满了16年后才肯来见我吗？这10多年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回来这儿住几天。我希望南海神女会大发慈悲，让你提早回来。我也幻想你的伤能够提早治好，怕你心急，等不了16年，会提早来这儿等我。
万千，务求相聚。龙儿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对，还有5天，再过5天，我就能跟龙儿相聚了。我一定能够见到龙儿的。你不能做我的妻子，你永远都是我姑姑。你说什么？你永远是我姑姑，你永远是我的师傅。如果再让我见到你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过儿，过儿，姑姑，过儿。姑姑。老婆，已经是第5个晚上了，3月初7快要过了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过儿，这药不假了。不要，过儿，过儿。龙儿，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，应不识。尘满鬓如霜，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对无影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，明月夜对松冈。龙儿，苏东坡也只是10年生死两茫茫。可是他还知道有个孤坟是他爱妻的埋骨之地，而我呢？我已经跟你相隔了16年，连心爱的妻子葬身何处我也不知道。而我呢？我这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，竟然连梦
都做不到一个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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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6年后再次重会，夫妻情深，无失心愿。龙儿，这些都是你亲手刻下的字，你为什么不守信约？你为什么不守信约？为什么？3月初7早就过去了，龙儿一定不会再回来了。我真是个大傻瓜，他一定是死了。16年前他早就死了。龙儿，我在这世上白白的等了16年，我白白的等了16年啊！龙儿，难道你不怕寂寞吗？我这就来陪你了。这不是龙儿曾经养过的玉蜂吗？想到这谷底真的有人，可要是里面住的是别人，不是龙儿，我又问不出龙儿的下落，那我又该怎么办呢？请问有人在吗？
是龙儿，真的是龙儿。龙，真的是你，你真的没有死。我真是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你的头发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你的样貌一点儿都没有改变，可是我却老了。不，你不是老，是我的过儿长大了。你看你，都30多岁的人了，却还好像以前的钟南山一样，一开心的时候就翻筋斗，弄得一身脏一身汗。老儿，这些年来，你一定受了不少苦，真难为你在这为我挨了16年。还好，我从小就孤独的在古墓里长大，要不然16年见不到你，我早就熬不下去了。龙儿，说说你这16年来的事情给我听听。这整整16年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话，差点忘了说话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你快说，我想听。
我见你将半颗能解你身上情花毒的绝情丹丢下谷底，我就知道，只有我先死去，绝了你爱我的心，才有希望解去你身上的情花毒。我思前想后，决定自尽。可是，要是你知道后，就一定会比我更早离开人间。于是，我就趁你在半夜熟睡时，在崖壁上刻下16年后再重聚的信约，希望你能为了守约而活下来。龙儿，你真的这么狠心丢下我，让我独自一个人在这世上白白等你16年？我当时只是想到，只要你能解去身上的情花之毒，保住性命，那隔了16年之后，就算你对我深情难忘、思念不减，也不至于轻生自杀。你真的想要16年来冲淡我们之间的感情？你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定下8年之约的话，我们岂不是能够提早8年见面了吗？我知道你对我深情一片，短短8年时光，哪能冲淡你像火一般的性子？没想到16年之后，你竟然还是跳了下来。可见一个人还是深情的好。假如我想念你的心淡了，我只是在断肠崖前痛哭一场，然后就离开，那咱们俩今生今世就没办法在一起了。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龙儿，你跳进了水潭中，后来又怎么样了？那时，我昏昏迷迷地跌进水潭之中，身子一直往下沉。本来我是想闭目等死的，谁知道却被水流冲入冰窟之中。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的身子就冒出了水面。原来我被冲到谷底的另一个所在。我当时想，我既然跳了崖，跌入水中，竟然还不死，于是就爬上岸，准备在这儿过活。后来我发现这里有很多水果，食之不尽。水底的水道虽直接通过一个冰窟，水很冷，里头却有很多鱼，在吃方面就不成问题了。可是龙儿，你当时是中了冰魄引针，而且剧毒已经进入经脉，在这世上已无药可治了。你怎么会在谷底却全好了呢？其实我在这住了几天之后，毒性便发作了，全身像被火烧一样，头痛欲裂，简直生不如死。后来我支持不住了，想投水自尽的时候，被寒冷的潭水一浸，冷得我直打颤。我才突然想起我们在古墓中洞房花烛的那个晚上，你叫我坐在寒玉床上面运功。虽然这样不能驱毒，却能稍微减轻身上的痛楚。而我沉入水潭的时候，在水底的水道中发现了一个结了万年玄冰的冰窟。于是我便潜入水道的冰窟之中。我在那儿待了一会儿，运功打坐竟然有效，所以我就常常回到那儿运功打坐，与体内的剧毒对抗。每当想你的时候，就回到坠下来的水潭谷底去看看。龙儿，
真难为你了。有一天，我看到有几只玉蜂从上面飞下来，我想，应该是老顽童留下来的吧。我在这儿总算有了朋友，于是我就招来玉蜂筑巢。玉蜂越养越多，我就吃玉蜂酿的蜂蜜，再加上这寒潭中有一种白鱼也能去毒。我每次吃了之后，就觉得痛苦稍减。我想，也许玉蜂的蜂蜜和寒潭里的白鱼都是驱毒的良剂。长期服食后，我体内的毒发次数就从每天发作变成几天才发作一次，后来又变成几个月才发作一次。最近5、6年来，我身上的毒居然没有发作过，而且我再也不需要到冰窟去运功抗毒了。看来我身上的毒全都解了。老儿，那可真是好心有好报。若当年你没有将玉蜂交给老顽童，助他解除金轮法王所下的蜘蛛之毒，他也不会把玉蜂带到绝情谷来，那你身上的剧毒也就不会治好了。我身子好了之后，实在是很想念你，可是这儿深谷万丈，四处又是光溜溜的石壁，你叫我怎么上得去？果儿，你看看这玉蜂的翅膀，我用花树的稀刺儿，在玉蜂的翅膀上刺了6个字：我在绝情谷底。希望它飞上去之后，有人看见了，能发现它。这7年来，我前前后后在几千只玉蜂的翅膀上刺字，却始终没有回音。我更是1年比1年灰心。我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？每次来绝情谷的时候，我总是会看到玉蜂啊，可是却从来没有抓一只来看看。不然的话，我们2人就能少受几年生离死别的相思之苦了。傻瓜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抱怨自己呢？这只是我无计可施想出来的下之策。那玉蜂的翅膀这么小，谁会发现上面刺了字呢？而且字这么小，就算有几百只在你面前飞过，你也察觉不出来的。那你也是傻瓜，你不也这么做了吗？其实我们俩都是那么的傻。我只是盼望上天可怜我们这2个傻瓜，哪一天玉蜂飞到蜘蛛网上，以你对我们过去的情谊，你一定会把玉蜂救出来，那时候就会发现翅膀上的刺字了。可惜我一直都没发现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算重逢了，我们以后不要再分开了。蓉儿，有没有香儿的下落？我曾经派丐帮弟子混入蒙古营查探，没查到香儿的下落。这孩子也真是的，怎么擅自离家呢？弄得大家都为他担心。这次要不是陆无双和程宁传回我师父的口讯，我们都不知道香儿已经落入蒙古人的手里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是一起出去的，他们2人呢？我们3人分头去寻访，他们2人去了另一个蒙古寨。
我相信有丐帮弟子接应，他们应该不会有事。这次真是多亏他们2个人拔刀相助，要不然我镇守襄阳城，真是分身乏术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为了香儿的事而让他们有所损伤。郭伯伯，郭伯母，你们2个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香儿的消息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郭伯母，我看你大可放心，丐帮弟子遍布天下，我想一旦有郭姑娘的消息，必来通报。是啊，师姐，我相信香儿一定会吉人天相的。金哥哥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想出城到处去找找他。郭伯母，不如这样吧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，我和表姐陪你一起去吧。是啊，那也好。哎，西城杨柳弄春柔，洞梨幽泪难收，犹记多情。这首词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黄蓉，老顽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！哎呀，你们没有见到我，没有见到我啊！老顽童，老顽童，老顽童，你快开门啊！周伯通，开门啊！不开，我死也不开！快开门！如果你再不开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狗屋烧成灰。荒山有贵客光临，老和尚恭迎了。原来一灯大师跟周伯通做了邻居，真是想不到。一灯大师，大师，老顽童是怎么了？开门又关门的，拒客于门外，这跟他平时的性格不一样。别去管他，3位请进寒舍吧，待老僧奉茶再做详谈。想不到大师竟和周伯通隐居在这百花谷中，就不知道在最左边的那间木屋住的是哪位世外高人呢？郭夫人聪慧过人，你一猜一定能猜得出。周伯通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做错什么事情他都不肯承认。刚刚他开门见到我时，先是开心，然后又脸红的把门关上。而在最左边门上有阙词：“小寒深处，春波碧草。”这首词不是刘贵妃英姑当年所写下的4章基词句吗？郭夫人果然料事如神，什么事情都不出你所料。英姑，英姑，英姑，你以前的老朋友到访了，到底是谁？快出来见见他们呐！一灯大师周伯通和英姑几十年前因恩怨情仇，原来是段皇爷的一灯大师，因此而出家了。而刘贵妃英姑生下了周伯通的孩子后，在得不到一灯大师的相救之下，把孩子的死全都归咎于他，而周伯通也无颜再见好友一灯大师，因此避而不见英姑了。现在一个是心诚如水的高僧，另外2个年纪也大了。原本是仇恨难解的3个人，现在已经把难堪的事情抛诸脑后，反而是老顽童童心未泯，非常害羞，怕别人取笑他。英姑，郭夫人，晚辈陆无双拜见前辈。晚辈程英今日有幸能见到前辈。你们难得到访，山野之中没什么好招待，只好用水果待客。哪里，是晚辈打扰了前辈隐居的生活才是。哪里，我们隐居在此，有人到访，我们才开心嘛。不对，最开心的应该是我才对。老顽童，刚刚你还不开心的不肯开门，现在又有什么事情令你这么开心呢？不开心就是不开心，开心就是开心。我刚才不开心，现在又开心，那有什么不对啊？你不要再惹我不开心哦。好，那什么事情令你这么开心呢？小寒柔，我现在的本领又高强了，你佩服不佩服啊？老顽童的武功，我从小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，那还用问吗？难道最近几年你练出了比分心二用、双手互搏更高超、更绝妙的武功吗？我倒想见识见识。不是，今年最好的武功啊，是杨过那小子自创的黯然销魂掌，老顽童也自叹不如啊。哎，武学方面不要再提了。过儿可真了不起，小的像郭襄，老的像老顽童，怎么人人都对他如此倾倒？
那你越来越高强的本领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养玉凤的本领。这玉凤是小龙女送给你的，有什么稀奇？这你就不懂了。小龙女送给我的玉凤固然很珍贵，可是这些玉凤经过我培养之后呢？哪有怎么样呢？我就培养出一批举世无双、人间罕见的异种，真可说是巧夺天工，造化之奇也没有这么奇。小龙女的玉凤哪儿比得上啊？老顽童，这是人越老越不要脸，脸皮也越来越厚，真是天下无双、人间罕见的异种也。小黄蓉，你想逗我不开心是吧？我偏不上当。来，我来问你，我们是人呐，可以在身上刺上花啊、草啊，还是龙啊、虎啊，或者是刺上什么天下太平的字句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呀？那除了人之外，你们知不知道虫蚁身上也有字呢？你是说天生的吗？那我倒没见过，是不是跟虎豹身上的斑纹和蝴蝶、毒蛇身上的花纹一样啊？这些有什么奇怪？好吧，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，跟我来吧，来呀！哎。来了，嘿嘿嘿。你看，是不是啊？情谷底，我在觉，这哪像是天生的，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吧？老顽童，我看你是没有可能做这么细致精巧的事情，一定是有人帮你刻上去的。放屁！我们3个人隐居在这里呀，我能找谁来帮忙啊？哎，老和尚他绝对不可能，阴姑他也不会，你不信也可以去问问他们呢。可是他们可以帮你圆谎啊！你说太阳从西边出来，哪里有人敢说太阳从东边出来呢？好了，别再逗他了，我们相信你就是了。不行，我要再让他看看，有字的玉凤可是一大群啊，不是只有这一只啊！哼。这就不算啊！这就有了，你看看啊！其谷底我在觉，对不对？我没有骗你啊，小黄蓉，这次你可要佩服我这个老顽童了吧？造物虽奇，可是也不可能造出一模一样的刺字玉凤来，这其中一定是有缘故的。我在觉，情谷底。对了，这句话其实就是我在绝情谷底。对呀。可是，会是谁在绝情谷底？而且费那么多心思刺字，让人家知道他在谷底。这人也不可能是香儿。姑姑娘，她发生了什么事？他知道杨大哥和杨大嫂有16年之约，如果杨大哥找不到杨大嫂，就会自杀，所以他就跑出来劝杨大哥。谁知道传言他被蒙古兵抓去了，我和师姐都担心他的安全，所以就出来打听他的下落。老顽童，这些玉凤不是你养的，是从外面飞来的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从外面飞来的？你先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你告诉我，他们飞来有多久了？有好几天了，是吗？不是好几天，是好几年了。起初我没有注意到他们翅膀上刺了字的，最近我让一只蛰了一下，我气起来就把他们的翅膀撕下来，后来才发现翅膀上有字哦。真的飞来好几年了吗？哎呀，我连被玉凤蛰的丑事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既然是真的，看来绝情谷底一定有蹊跷，不如我跟如霜、程英去查探一下，或许会查到香儿的下落。事不宜迟，就此告辞了。那我呢？老顽童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起去找杨过跟小龙女啊？是啊，杨兄弟福大命大，他是跟小龙女有缘，一定会重逢的。可是郭姑娘的性命更要紧呢。老顽童啊，我看你就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吧。好啊！哎，我去。老顽童，你真的要去啊？
当然了，他们2个都答应我了，当然要去了。等等我。老顽童，你这就走了？英姑，你干嘛呀？你走了，回不回来啊？我当然会回来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人家舍不得你嘛，怕你走了不会再回来了。不会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段皇爷和黄蓉坐下，等我找到他们就立刻回来看你啊！哎呀！臭和尚，你笑什么？小姑娘，怪只怪你的轻功太差。只要你拜我为师，学了本座的绝世武功，到时候别说登上这小小的断肠崖，再高再险峻的峭壁也如履平地。都是你呀，带我绕了一大圈，才走回上绝情谷的路，害我误了3月初7之约。要是大哥哥有什么3长2短，小姑娘，现在我们不是赶到了吗？才迟了那么1天，有什么大不了？鲜花。你看，连半个人影都没有，可能杨过那臭小子还没到，你心急什么？这不就是大哥哥所说的纪念杨大嫂的龙女花吗？可是大哥哥呢？大哥哥人呢？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，大哥哥！我早就来过。大哥哥，你说过答应我3件事的，我的第3个愿望都还没说呢。你怎么不等我？你就为什么不等我呢？没等你，见不到你的大哥哥就算了，干嘛像死了人似的？大哥哥，他死了。死了？他死了。死了更好。臭和尚，你身为出家人，心肠怎么这么坏啊？你明知道打不过大哥哥，当然希望他早死了。哼，就算有2个杨过一起出现，凭我金轮法王还怕谁呀？大哥哥，你快帮我打这个臭和尚啊！快呀，快！心有所系，魂也有所牵，寂寞染不上我心田。回忆说长欢愉千言，未来原是碧海蓝天。苦涩酸甜都化作缠绵，悠悠盘旋成语言。呼吸，你的眉眼裹住我的冰心一片。我的祝福你会了解，你是我最想还的愿。月有阴缺，而爱自长远，总有一天再相见。我的依恋，你该了解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